欢迎大家来到丽生国画直播间。这一节课呢，咱们和大家分享一个莲蓬的画法。所以先把莲蓬的位置咱们定出来，然后呢，咱们先从莲蓬边边的结构，咱们一点一点的勾画。那么勾莲蓬的时候呢，首先看过来，咱们用的是1号毛笔，因为咱们今天这个纸呢是一个生宣的。那么可以用半生熟也是可以的。勾线的时候呢，咱们注意一下，就是空水空墨，用小的钉头鼠尾咱们勾它。勾线的时候咱们一定不要着急，一点一点的。那么现在莲蓬外边勾好了，是一个圆圈圈的，咱们里边的圆子呢，咱们勾画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它的形态。莲子的形态也是不一样的，有大有小，所以说咱们在勾画的时候，那么也要勾一些不是很规则的，是不是？所以呢，有的莲蓬咱们莲子就多一点，有的少一点。那么勾的时候，现在咱们从外边的圈圈先勾它。那么勾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咱们在勾的时候也会是不一样的形态。稍微有的圆一点，稍微咱们有的呢让它长方一些的，那么还有的呢，咱们在勾的时候就是让它有一点点不规则的形状。咱们现在勾的就是莲子的外边这个莲窝窝的地方，所以呢，先把莲窝窝的地方全部一个一个的先把它布置好。布置好了之后，咱们今天的莲子呢，再从里边再一步一步的去加它。那么今天看到的这个莲子呢，它是一个稍微正一点的正方形的正面的，所以说咱们在勾的时候呢，就稍微注意一下。每一个莲子它的形状大小也不一样，所以咱们在画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大大小小，让它布置的时候那么让它也有一个错落有致的这个感觉，是不是？那么咱们今天画莲蓬的时候，你看就从中间开始往四边开始画。那么有的地方你看咱们就可以给它画一个小一点点的，因为有的莲子就是可以看着它没有长的那种饱满的也可以掉了，是不是？所以咱们画的时候就有意识的画一点大一点的，然后呢再画一点小一点的，把咱们的这个莲子整个布置一下。特别莲蓬边的小的莲子，咱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的结构。所以说咱们从中间往四边的画，你看，再一个就是注意一下莲子的那个凸丝关系，是不是？那么近大远小，咱们中间的离咱们的大看到的比较大一点，那么远处呢比较小一点。那么现在咱们把莲窝窝画好了之后，咱们就要画莲子。莲子画的时候也是一样，注意一下它的凸丝关系。那么再一个呢，莲子的方向。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一节课和大家注意，关键就是主要分享的就是莲子。那么一定要注意一下，一个是莲子的方向，还有就是莲子大小的变化，还有它的结构的关系、凸丝的关系。那么在画莲子的时候，咱们离咱们远的地方，莲子呢稍微画的小一点点，然后呢边边的莲子咱们也给它画的是稍微带一点椭圆形，是不是？那么到了往里边走的时候，那么就要注意一下莲子的方向了，每一个都要注意到咱们莲子的方向。那么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莲子窝窝和莲子的关系。有的莲子咱们可以画的让它蹦出来，是不是？那么有的莲子呢就小一点点，对，咱们画的时候就画的小一点，让它画到这个圈圈的里边。所以说今天这个就是咱们画莲子的不同的姿态，咱们怎么去表现它。那么画到中间莲子的时候，你看我画的时候让它莲子更生动一点，是不是？所以呢咱们在画这个莲子的时候，对，就稍微的给它圆一点点，然后呢莲子的方向咱们也要注意一下。那么这样的话让咱们的莲子更加的生动。
那么像莲子外边的这个圈圈啊，其实有时候也可以画，有时候也可以不画的。但是今天咱们这一节课呢，和大家就分享的比较详细一点，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点。那么今天这个莲子，你看，咱们从离咱们最远的地方一直往下边画，是不是？那么所以说这个莲圈圈啊，也是一样，咱们就是说可以画它，也可以不画它。那么现在呢，咱们把每一个莲子都画一下。你看离咱们近的，是不是？咱们就画的时候让它稍微圆一点。那么莲窝窝的方向也是一样。那么所以说，在这个画莲窝窝的时候，就有大有小，不要画成一样的啊。特别是枯蓬，那么这个表现呢，咱们怎么去表现它？你看这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个窝窝就大，咱们这个莲子呢，画的时候再画的饱满一点点。那么现在再继续，这个莲子咱们画的时候，就让它的莲子的头呢朝向就往下走。你看这样呢，更能表现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莲蓬是不是已经很熟了很成熟了。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在画莲子创作的时候，大家要把它注意一下莲子的方向，怎么能生动的去表现它。下来这个小的窝窝，咱们就不用画莲子了，只把它的线来勾一下。那么后边还有一个，咱们再把它补一下。现在呢，咱们所有的莲子都画完了，那么现在咱们就把它的莲蓬的边边再收拾一下。这一步就是到了咱们收拾的时候了，注意一下，看一下莲子、莲蓬，特别是莲蓬边边跟着咱们莲子的结构。你看现在呢，咱们把它每一个线条都收拾一下，该点的点一下，该提的提一下。那么后边的这个莲蓬呢，咱们就画一个侧面的。现在咱们再看一下侧面莲子，从它的莲墩墩的侧面，它的形状是怎样的？咱们来勾它，也是一样，用小的钉头鼠尾，一点一点的，咱们先把它基本的形态，侧面半圆形的这个形态呢，先勾出来。那么也是一样，注意空水空墨，先用小的钉头鼠尾，咱们把它莲蓬的结构先画出来，侧面的结构是怎样的咱们把它先画出来。现在咱们把这个全部画出来以后，看侧面的莲墩墩的结构，那么它是一个锥形的，是不是？所以呢，咱们画的时候，先把它的形态也用钉头鼠尾的线条，咱们把它连接起来。那么在画的时候咱们这个就是勾线的时候，注意一下笔断一连是怎么去画的。每一个结构的，就是窝进去的、凹进去的，咱们都用小的线头，再做一个线条把它连接起来，是不是？你看这个就是咱们莲蓬侧面的是怎么去画的。所以说我拿了一个莲蓬也让大家看一下。那么每一个线条，咱们都往下边和咱们这个莲蓬根的地方连接一下。记着这个线条咱们画的时候不要把它一直画下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说的对，笔断一连，这样就可以了。对，从下边那么一定记着每一个结构的地方，你看都方向是朝着上边，那么画这个线条的时候也是散状的，是不是？那么现在呢，就是把咱们莲蓬根合杆的地方，咱们画一下。这个地方大家知道是莲合杆的地方。那么一棱一棱的，就是咱们花瓣掉了以后它那个结构也画出来。画完之后，咱们就要看什么莲子了，是不是？画莲子的时候也跟着咱们莲蓬的结构，咱们一块一块先走。现在呢，咱们才从莲子就开始先画。这个莲蓬从莲子咱们画。那么莲子画出来以后，咱们再画莲子的窝窝。那么这个莲子画的时候，咱们先画外边的圈圈莲子窝窝先画外边的圈圈。
画完之后，咱们再看里边的怎么去画它。每一个都是先画的莲子，莲子画完之后，先画它第一层窝窝。对，第一个小圈画完之后是2个半圆形，是不是？然后咱们再画第2个，就是它外边的一圈。那么画这个莲子的时候要画的饱满一点，因为咱们是秋天的莲子，所以呢，大家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比小画的饱满一点。你看小的这个地方咱们看不到的地方，就是那个小的莲子掉了，咱们也要把它画一个窝窝画出来。虽然没有莲子，但是也把它画出来。那么现在呢，咱们每一个看过来，那么先画莲子，莲子画完之后，咱们再画下边的窝窝的地方。画的时候也注意一下莲子的形状，大大小小，有的圆，有的扁一点。那么有的果实呢，它饱满一点；有的呢，咱们就给它画的稍微小一点。每一个莲子都注意一下它的姿态。那么因为咱们这个莲蓬呢是一个比较饱满的莲蓬，所以莲子画的时候是最为生动的。你看这个还可以给它再加一个小小的莲子的圈圈，是不是？那么因为莲子长得像现在有果实的时候，它有好多地方它那个莲子掉了，或者呢就是莲蓬上边它也有长的那个没有成熟的那个莲子，是不是？所以咱们也把它画得很生动，用一个小的圈圈也把它画出来。那么今天的莲子大家看到咱们今天的莲子呢非常饱满，所以说咱们每一个莲子画的时候都要看一下它的姿态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一步不要着急，咱们把所有的莲圈圈都把它画出来。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咱们就到了收拾的时候了，一定注意一下莲子和莲蓬它的关系。那么莲蓬的边边咱们给它再画一圈，让它再有一个层次。现在咱们再画一个第3个莲蓬。那么这个莲蓬咱们画的时候呢，就把它画的抠下来，只画到咱们莲蓬的侧面。所以看到下来看一下咱们莲蓬侧面怎么画。那么也是一样，把它外边的大的形态咱们先把它画出来，也是用钉头鼠尾线条结构的地方把它卡一下。画这个的时候也是一样咱们也用到那个笔断一连，只把它每一个凹进去的侧面的凹进去的线条咱们画它一下。那么现在呢，每一个稍微提它一下，看笔断一连一定不要把2条线连在一块儿。那么这样呢，画出来是更加生动的。现在咱们看一下下边第4个莲蓬。那么第4个莲蓬咱们画的时候，它的关系是朝上的，所以说咱们在画的时候呢，也是从咱们莲蓬的莲墩墩的这个边边开始，把它的形态先勾出来，用小的钉头鼠尾。那么这个也不要着急，你看把它的结构咱们也是一样画的时候有凹进去的，有凸出来的，一定不要画得太直。那么莲蓬的结构怎样？这个是一个岔开的，你看掰开一点点的。那么咱们画这个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它的形态了。那么勾的时候也是一样勾线的时候让它掰开的这一块我们把它也很仔细的刻画一下。你看，那么最后到画到莲墩墩下边莲蓬的根儿的时候，那么就注意一下它的形态了。对，也是把每一个侧面莲墩墩的地方咱们把它都勾一下。
注意笔端一连，不要连到一块儿。提一下它，有的地方再刻画一下它。那么下边仍然是花瓣长的地方，是不是有一棱一棱的？然后呢，咱们有一个核杆的地方，所以这一个地方啊，那么也把它画一下。好，这一个咱们就画好了，是吧？那么现在呢，咱们就画莲子。这个莲子也是一样的，先画咱们的莲子，画完之后画外边的圈圈，也就是莲窝窝的地方。那么咱们从中间开始画莲子，然后再往四边再走啊。这样的话，就是卡这个形体结构的时候比较好卡一点点，是不是？啊，那么也就是说莲子啊，一定记着，咱们像这个枯蓬的莲子都是比较饱满的。啊，那么这画的时候一定让它莲子呢画得很圆，那么再一个就是结构画的时候注意一下啊，近大远小，近处的莲子咱们画大一点点，远处的莲子呢咱们画的稍微小一点点，对，一个一个的咱们把它都勾好。所以这个就是画结构的时候大家也注意一下。那么莲子它也是有姿态，是不是啊？那么莲子的大小，所以这一节课呢和大家专门分享的就是一个莲子的画法。那么每一个莲子啊，咱们都要把它画到。那么画这个莲子也是一样啊，一定要注意它的方向。咱们莲子的头呢都是朝着里边，是不是？再一个朝向是往上方，对，因为咱们这个整个莲蓬的姿态它是朝上走的，所以呢，大家在画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么也有这个没有长莲子的啊，咱们也把它画几个，让咱们这个莲蓬呢更加生动一点点，是不是？那么现在咱们就把它收拾一下，每一个尖锋的地方，咱们给它可以画一个小的洞洞。现在呢，咱们把正面这个莲蓬再把它收拾一下，再给它来一点点侧面的关线，咱们把它画一下。现在笔尖上咱们蘸一点点鹅黄，先把莲蓬边边点一下来，笔尖再来一点点的朱标色。那么笔肚是鹅黄，然后笔尖呢调一点点的朱标色，也可以再加一点点的焦茶色。那么让这个莲蓬边边稍微颜色重一点。那么压一下笔肚的地方是咱们鹅黄的颜色，是不是一个浅黄色？现在呢，咱们再继续，笔肚仍然是咱们的鹅黄色，笔尖呢调的是咱们的朱标，加一点点的焦茶色。那么现在笔尖往外，然后把咱们的笔压一下，用笔尖再把它扫一扫。现在呢，咱们在笔尖再蘸了一点点的胭脂色，让它稍微发一点点深红色。对，也从这个莲蓬窝窝的地方，咱们一点一点的去压一下它。你看笔尖朝外边啊，那么压一下它。现在呢，仍然是笔尖蘸一点点的胭脂色，或者焦茶也可以啊。喜欢焦茶可以画一点焦茶，那么喜欢红颜色可以蘸一点点的胭脂色，对，它就发一点点紫红色，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呢，咱们都从这个莲蓬结构的地方把它压一下，你看用笔尖去扫一下，咱们现在用的是3号笔。现在呢，用同样的方法把莲蓬根扫一下，也是蘸一点点焦茶色，或者呢再加一点点的咱们的胭脂色都可以的，让它莲蓬根的地方也重一点点。现在呢，咱们把它整个的莲蓬调一个颜色，把它扫一下，笔尖加一点重颜色，那么把咱们结构的地方全部扫一扫。
那么现在看第二个莲蓬怎么去调色。先调一点点花青，再调一点点的鹅黄，那么稍微有一个浅绿色，然后笔尖上咱们就是稍微蘸一点点的太青蓝就可以。那么现在看到了一个灰灰的绿颜色了，是不是？所以呢，咱们先从莲蓬边边开始，因为笔尖上咱们有一点点的太青蓝，所以呢，这个笔尖呢就是绿一点点，笔尖绿一点点。那么里边呢就稍微让它黄一点点，对。那么继续，咱们把这个莲蓬全部晕染一下啊，都用同样的方法，笔尖蘸一点点太青蓝或者花青都可以啊。今天这个就是咱们用太青蓝和花青都可以，用的是鹅黄色啊。咱们今天这个就是用的是鹅黄色，所以它这个颜色呢就会稍微发一点点灰绿色。对，用花青也是可以的，花青多一点，它这个颜色就发蓝一点点，是不是？啊，那么，咱们用的是鹅黄色，因为鹅黄色不像藤黄色啊，所以呢，它出来这个颜色就会发一点灰绿色。这个用太青蓝也是可以啊，太青蓝少一点点。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就不要用了，就是以黄颜色为主。对，咱们的鹅黄色你看就多了是吧？那么一半边就是绿颜色，一半呢就是这个带一点点黄颜色的莲蓬。现在全部把它扫一扫，把它每一个莲蓬这个缝隙的地方啊，咱们就都把它扫到。对，现在咱们在笔尖蘸一点点的花青色，把它提一下，把所有的莲蓬的边边收拾一下。只用笔尖啊，稍微把它提一下就可以。现在笔尖上蘸一点点的花青加焦茶，咱们把侧面连墩墩凹下去的地方提一提。笔尖上可以再加一点点的焦茶，让它把重颜色啊，重颜色你看就是凹进去的地方。那么也可以焦茶里边再加一点点的胭脂色都可以。现在呢，笔尖上再蘸一点点什么颜色？咱们的赭石色，对，把它扫一扫。那么重的地方是咱们的花青加的咱们的焦茶色，也可以加一点胭脂色。好，现在下边连墩墩就是连接咱们的莲蓬根根的地方，你看我用了一点点的什么颜色？浅绿色，就是刚才的画莲蓬的灰绿色。对，这个就是咱们的花青加了一点点的藤黄色。那么现在呢，再加了一点点朱标色，或者加一点点赭石色都可以。这个颜色让它稍微有一点点亮亮的变化。现在笔尖上蘸一点点花青加焦茶，重重的颜色。咱们把这个莲蓬根根的地方，就是荷杆长花瓣的地方，也就是长花蕊花瓣的地方，咱们把它勾一下，点染一下。现在咱们画这个大莲蓬，以花青色为主，焦茶加花青，再加一点点的咱们的这个鹅黄色。那么从边边也是从边边开始啊，笔尖上是花青色，笔肚和笔根那么就是稍微发一点点浅浅的黄颜色了，是不是？那么这一个莲蓬呢，咱们画的时候比刚才的颜色呢又稍微的浅了一点点。所以说这就是咱们调色的时候啊，让它这个颜色呢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只是笔尖上有一点点的花青色。对，这个就不能用太青蓝了啊，这一个咱们就是以花青色为主，那么加了一点点鹅黄色，让颜色调的时候稍微淡一点点。那么把所有的咱们都把它这个莲蓬上面都晕染到。那么如果有时候不小心把咱们的莲蓬窝窝的地方晕染了也没关系啊，这个也没关系。那么再一个就是控水控墨，因为咱们这个纸呢是云龙轩啊，它是一个半生熟的，所以呢大家也要控水控墨。你看笔尖上蘸一点颜色，对，被每一个莲蓬这个莲子的这个根根也都晕染到啊，莲窝窝的地方晕染到。现在呢，笔尖上来一点点花青，加一点点焦茶色啊，花青加一点焦茶色，
把咱们莲蓬的边边稍微把它提一下，用笔尖去把它点一下，对，让它有一个稍微重一点的颜色。那么把它结构的地方啊，这个都是结构的地方，咱们把它卡一卡。那么用这个颜色呢，也把咱们莲蓬窝窝的地方，对，全部也把它都点染一下。那么这样一下子，你看立体感就更加的明显了，是不是？立体感就出来了。那笔尖也是，仍然是刚才咱们调的颜色，花青色加一点点焦茶色，也可以再加一点点的胭紫色。侧面仍然是笔尖上花青加咱们的胭紫色，把它再提一下，也是笔尖上来一点点花青和胭紫色。现在咱们看一下最后的莲蓬，这个就绿一点了。那么这一个呢，就是用什么颜色？用藤黄加咱们的太青蓝，笔尖是太青蓝，所以呢，调出来以后，这个颜色就是绿绿的。藤黄加太青蓝，笔尖来一点点的太青蓝啊。那么你看笔尖上重，是不是从莲蓬的这个边边上走？那么里边呢，咱们现在晕染的时候就是淡淡的绿颜色了，咱们把它所有的都晕染到。这个一定注意啊，笔尖上是咱们一点点的太青蓝，你看我把它所有的这个地方的颜色呢，都把它晕染一下。那么晕染的时候一定注意，你看从这个上边结构的地方都把它晕染到，那么炸出来的这一点点也是一样，只把莲蓬上边提一下，对，稍微笔尖来一点点的花青色，咱们把它重的颜色稍微给它提一下，仍然是莲蓬边边的地方，咱们用一个深深的绿颜色，你看提一下。那么里边呢就是浅绿色了，只是笔尖有一点点深深的绿颜色，咱们把它提了一下，是不是？现在咱们看一下侧面的莲蓬，那么刚才的笔颜色上边再加咱们的花青，这个就是花青要多一点，那么所以呢这个莲蓬就绿一点，一定记着是笔尖上是花青色那么花青色里边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焦茶，你看压一下。只把咱们笔尖的地方调的颜色，因为刚才笔肚是有那个淡淡的绿颜色，晕染莲蓬的绿颜色，所以呢不管它那么小的花瓣的地方，这个莲蓬边边的地方出来的这一半也是笔尖上来一点点的胭紫色，加了一点点花青。现在笔尖上加一点花青，加一点胭紫色，咱们把荷杆和咱们就是长这个花瓣的地方，对，把它这个地方呢也点染一下。那么现在把靠近咱们荷杆的莲墩墩也用这个颜色，结构的地方笔尖上提一下。那么这个有一点点荷杆咱们就是把它稍微扫一下，对，笔尖上有一点颜色，稍微扫一下它。那么下来咱们就要看了，稍微笔上加一点点的咱们的这个藤黄色加一点点藤黄色，那么把它提一下，对，就有了一个黄黄的颜色。你看笔尖现在我又蘸了一点的鹅黄色，所以呢让这个颜色和咱们刚才那个红颜色要有一点变化，也有一点呼应，是不是？那么现在咱们把这个炸开的这一部分里边就用一个更淡的淡绿色，它稍微有一点点绿颜色，是吧？扫一下。那么所以现在呢咱们把这个莲蓬，对，整个的莲蓬也就画好了。现在用花青加一点胭紫色点一下咱们的莲子尖尖，这个不要用墨色，然后毛笔上水不要太多，每一个尖尖咱们都把它要点染到，这个不能加墨花青加一点点胭紫色，每一个莲子的尖尖咱们把它点一下。
那么下来莲子的尖尖，每一个点完之后，咱们就要画莲子了啊。莲子用什么颜色了啊？下来咱们就要调了，花青和咱们的胭脂色。那么今天啊还要用一个三青色，对，笔尖上是带了一点点的三青啊。那么现在呢，大家就看到了有一个灰灰的颜色了，是不是？因为三青色在这里边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调色的时候实色，就是咱们的三青，也是实青。刚才的胭脂色、花青色里边加了一点点，那么紧挨着莲子尖尖的地方，咱们把它晕染一下，这是第一步。一定记着，咱们这个呢和咱们画葡萄有一点点相像的，是吧？那么葡萄是一笔调色的，今天咱们莲子呢是一点一点的，咱们调它，所以这就是第一步。下来笔尖上调一点点的太白色啊，现在把这一步画完之后，那么咱们就要在笔尖上调太白色。那么我继续晕染一下，对，笔上加一点水，你看我继续晕染，每一个都把它晕染到。那么这一步啊，大家画的时候就是颜色稍微淡一点了。那么你看现在是不是紫颜色的莲子润润的感觉就出来了啊？那么每一个啊都把它晕染到，对，现在每一个都把它晕染到啊，不要把哪一个忘了，对。下来咱们就是笔尖上要加一点点什么颜色了？加一点点太白色了啊！现在在笔尖上再加一点太白，然后呢，可以稍微带一点点灰灰的绿颜色都可以。那么把咱们这个莲子最下边靠近窝窝的地方全部把它扫一遍，这个也就是莲子靠近窝窝的地方。那么这一遍颜色扫了之后，大家就看到咱们这个紫颜色的莲子一下子就出来了，是不是？现在画莲窝窝了，笔尖上呢加了一点点的交叉色。那么刚才调的那个灰绿色里边啊，灰绿色就可以用。对，笔尖上来一点点的交叉，或者来一点点花青都可以。从莲子靠近莲窝窝最重的地方啊，这个从最重的地方。现在笔尖上大家看到咱们是用了一点点灰绿色，然后笔尖上加一点点的交叉色。那么从莲子这个靠近莲窝窝最重的地方开始，每一个都把它晕染到。对，笔尖先是重颜色，晕染完之后下来，你看笔尖颜色就淡了，咱们把它扫一扫。那么这个一定要控水控墨啊，不要水太多。再一个呢，每一个莲子窝窝啊，画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颜色也可以，有的地方淡一点，有个莲子窝窝重一点都无所谓，因为咱们这个是写意画啊。那么大家画的时候呢，也注意一下，啊，每一个都晕染到。再一个，晕染的时候也小心一点，不要把这个颜色呢，把咱们的那个莲子盖住了啊。现在是不是一下子立体感就出来了？注意笔尖啊，笔尖是一点重颜色啊，一定是笔尖是一个重颜色。然后呢，轻轻的把它扫一个，每一个莲子都把它扫完。
那么现在把这个小的没有长莲子的地方别忘了啊，也是一样，每一个都要把它点一下，也是用这个重颜色。对，咱们把它收拾一下，每一个都点一下啊。还有哪一个地方不重的地方，咱们再把它收拾一下。那么像咱们这个莲子窝窝，它有一个圈圈，是不是？咱们刚才勾的双线。那么这一个呢，就是用一点点的浅绿色。对，和咱们莲蓬稍微区分一下就可以，每一个都把它扫到，稍微区分一下就可以啊。那么你可以浅一点点，也可以重一点点，都是可以的。现在咱们把这个莲子也点一下，这个呢就是以花青色为主啊，每一个都点一下啊，深绿色里边加花青加多一点。那么所以每一个莲子呢，尖尖也就给它有一点点区分了，是不是？那么下来啊，咱们就是调一个浅灰色，你看浅浅的绿颜色，把它扫一下。对，笔尖上稍微加一点点的鹅黄色，咱们跟着刚才的绿颜色的那个尖尖，咱们把它全部都扫一下。扫完之后，咱们就是笔尖上再要调什么颜色了？笔尖上啊，要调一点点太白色。对。然后下来啊，你看咱们笔尖调一点点太白色，把它再扫一下，加一点点太白。对，每一个莲子呢都把它晕染一下，那么这样自然的韧韧的也就出来了。或者加点清水，笔尖加点清水淡一点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啊。对，现在莲窝窝的地方咱们也是一样，和刚才画第一个莲蓬的时候那个是一样的啊。那么让它对，你看再提一下，觉得不够，那么刚才是笔尖上颜色淡，咱们再用太白色把它再提一下。那么这样呢，莲子的立体感就强了。那么莲子画完之后啊，咱们就仍然是窝窝的地方稍微重一点，把它点一下，也是绿颜色啊，那个灰绿色尖尖，笔尖来一点点的花青色或者是焦茶色都可以。看，把它的莲子窝窝咱们也点一下。那么点完之后，就是莲子窝窝的圈圈的地方，也是把它扫一下啊。咱们这个就是把刚才那个双线的地方，咱们把它也扫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就是提的时候啊，也不要把它就是画的太重啊。那么只把窝窝地方，你看我再把它提一下，还有小的莲子没有长莲子的地方，也把它压一下。现在呢，咱们把它所有的地方都收拾一下，对，然后笔尖上你看稍微提一点颜色，加一点点咱们的焦茶，是不是？把它所有的都收拾一下。那么下来这个莲子也是一样啊，用花青色多一点点，对，咱们花青色多一点点，焦茶色少一点点，把所有的莲子的尖尖都把它点一下。点完之后，这个莲子咱们画的时候是最绿的一个了。所以呢，就是这个颜色里边啊，你看花青我加了一点点的藤黄色，所以呢，让这个莲子呢就绿一点点。3个莲子是不是就有了区分了？那么每一个莲子的都是一样啊，晕染完之后下来，咱们用这个太白色，对，一样的啊，太白色把它提一下，最底下的都用太白色提一下。那么第一个莲蓬莲子是紫色的。第二个呢，咱们的莲蓬是发一点黄颜色的，对，鹅黄多一点。那么这一个呢，咱们就让它稍微绿一点。最下边仍然是用太白色，咱们把它提一下啊。最下边仍然是用太白，提完之后，莲蓬窝窝的地方也是稍微加一点花青色，加咱们的这个绿颜色里边稍微加一点点的花青啊。那么或者就是说你稍微也加一点点赭石也可以。那么让这个莲蓬窝窝也稍微深一点点，是不是？咱们把每一个莲蓬窝窝啊都画一下，笔尖上加一点点花青，加一点点咱们的这个焦茶色就可以啊，稍微加一点，有一个区分就可以。那么从莲蓬窝窝的地方画完之后，每一个啊都点一下，每一个都点一下。点完之后怎么办啊？咱们就是用稍微发一点点鹅黄的啊，那么把咱们的这个莲蓬最圈圈，就是下边窝窝边边的地方，咱们倒是把它再晕染一下啊。
那么所以说这就是3个莲蓬，让它在整个变化上，你看有了一个变化，是不是？整个有了一个变化了。那么现在3个莲蓬咱们就画好了，看一下啊，怎么画莲子尖尖，用太白色点每一个莲子的尖尖啊。这个呢就是用太白色，这个毛笔上啊水要少，然后太白色不要加水，咱们就是太白色挤出来以后稠稠的颜色啊，然后咱们把每一个莲子尖尖把它都点一下，所有的莲子尖尖啊都把它点一下。那么这样你看一下子咱们这个莲子也就画好了，3个莲蓬最后全部都收拾好了。那么亮亮的地方尖尖的地方也都出来了，是不是？立体感也都出来了。那么现在咱们下边啊再给它画一个莲子，我拿了一个小的莲子，莲子呢它的个形状是椭圆形的，对，咱们把它椭圆形先勾一个。那么勾的时候啊，小的这个线条也注意一下它的浓淡的变化，不要太重的墨汁。那么第一个莲子勾了一个，咱们再勾一个，再勾一个莲子。所以说注意啊，它是椭圆形的，那莲子是椭圆形的。好，勾好了之后，咱们就要调颜色了。紫颜色的莲子尖尖，先用咱们的花青和颜紫色点一下它的尖尖，然后呢，咱们和刚才画的那个紫颜色的是一样的，对，调一点点三青色，在这个颜色里边笔尖调一点点三青啊，每一个都靠近莲子尖尖的地方，咱们晕染一下。这一步晕染完之后，然后在这里边啊，咱们加一点点的太白色，笔尖上调一点点太白色，让这个颜色呢稍微再淡一点点。咱们你看，把它下边再晕染一下。现在呢，咱们在笔尖上再加一点点咱们的太白色，是不是？那么所以说这2个莲子啊，你就可以让它晕染的时候也可以稍微一个重一个淡都可以。那么到最后呢，再加一点点咱们的太白色，把莲子提一下。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提完之后，莲子就是立体感就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咱们莲子紫颜色莲子的画法。咱们现在呢，把这个莲子下边啊再收拾一下，对，再加一点太白色，把它该提的地方提一下。那么让它莲子下边再有亮亮的一点。那么下来咱们就要和大家分享什么了啊？和大家分享那个竹帘的画法。所有的调完之后啊，咱们现在看一下竹帘。竹帘关键要调色了，先调一个咱们的藤黄色，看过来，藤黄和鹅黄啊，调到咱们笔肚的地方。调完之后，这个关键的啊，一定调到笔肚的地方。调完之后，笔尖来一点点咱们的珠标色。看过来啊，调色盘上调一点点咱们的珠标色，对，笔锋刮一刮，然后加一点咱们的这个焦茶色啊，焦茶色加一点点焦茶色，再加一点烟紫色也可以，对，那么焦茶加烟紫加一点点，笔锋刮成扁扁的。那么现在笔锋刮成扁扁的啊，一定记着这一步，你看笔尖再来一点烟紫色也可以啊，再稍微重一点点。那么笔锋刮成扁扁的，刮完之后咱们就要看了，笔锋的两侧蘸墨汁。好，现在咱们从这个竹席的最前边开始。那么现在呢，画的时候啊，这个画的时候不要画得太直啊。咱们也知道，咱们这个竹席呢，其实它铺到咱们的这个桌子上的时候啊，它并不是说每一个啊都是那么直。那么怎么能把它这种韵味画出来？你看，现在咱们是一笔颜色啊，一笔颜色。那么笔锋的两边挂的墨汁，所以呢，你画出来以后啊，这每一个竹席呢，都像两个墨线勾出来的，是不是？那给大家放的高一点，可以看到啊，更轻一点点。那么现在咱们再继续，不要加墨汁了啊，咱们就是一笔墨，你看，一直一笔一笔的往下边画啊，画的时候也注意一下。一定是注意一下啊，这个凉席让它呢边边，你看边边要注意一下啊，边边长的短的啊。那么墨汁不够了，咱们再加一点。对，这一笔下去墨汁不够了，咱们再继续加。
所以今天啊，这个是咱们今天最为关键的，就是大家跟着咱们画看。所以竹席怎么去画，这个就是和咱们画荷杆是一样的，荷杆也是这样，是不是？先调一个颜色之后，那么笔锋两边蘸墨汁。你看现在我这笔尖啊不够颜色，我再蘸一点墨汁。那么继续，这个墨汁蘸的时候要淡一点，千万不能太重啊，这个墨汁可不能太重。那么咱们把所有的这个都画到，你看，一个一个挨着一个走啊，每一个都要挨着去走它。对，一个一个的咱们去画它。你看，那么下边画了以后啊，对应的上边一定要画啊，不要把下面画完之后再画上边。所以说这就是咱们今天啊画这个竹席的时候，怎么能把它的韵味画出来。那么现在看到了毛笔的颜色是不是到了咱们刚才调的那个藤黄和鹅黄的淡淡的黄颜色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笔墨啊。那么咱们课程里边会给大家分享怎么去调色，怎么去晕染，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现在你看每一笔的颜色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是不是？那个毛笔上水不要太多啊，一定记着毛笔上水不要太多。咱们把所有的都画完，最后的也画一下它啊。那么越到后边颜色越淡了，你看是不是层次感出来了？现在把凉席，咱们这个竹席啊，咱们竹席最后的一笔，你看给它重一点。那么现在呢就要画什么了？画它凉席，给它还有中间连起来的地方，是不是？用咱们的2号笔啊，1号笔也行，2号笔也行，用咱们的墨色稍微淡一点，也是一笔墨，从开始一直往后边点到后边啊。那么这是第一笔墨，然后再下来，你看再蘸一点墨汁，对，蘸一点点，笔尖上来一点。好，咱们把它每一个都画到。那么现在继续看过来，那个后边都就淡了啊，颜色就淡。那么把前边再把它收拾一下，对，凉席连接的地方。那么后边给它再绑2个小绳儿，让咱们的这个竹席呢更加的生动，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竹帘吧，竹帘也行，竹席也行。好，现在咱们就把款落一下。那么名字写到咱们的左边啊，在落款的时候落到咱们的左边，名字也不要写得太大。那么这个你也可以写一个想写一个什么名字都可以啊，想写一个。想喜欢什么落款都可以。那么张落的时候啊，稍微离咱们的名字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啊，不要离得太近。那么1个字的地方就可以。好，咱们今天啊，这个呢就和大家分享完了，大家也看到了啊。那么落第2个章也可以，觉得1个章少，咱们也可以再加1个章。那么现在呢，咱们下边落了2个章，整个画面还可以有小的闲章的话啊，咱们也可以再给它落一个。那么现在呢，你看我给它落一个小闲章，整个画面咱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完了。那么下一节课咱们再见。